我就问你一个更简单的话，我问你，川普如果有其他的牌，他会打台湾牌吗？没有牌了。现在我跟他讲，好，这个麻烦大了。我今天都要卖给你 H200了，我今天都要跑去给你了，我都给你做我连军售都要透了，那些都不重要，都不重要。他才发现，唯一威胁到的，就只有台湾牌。但你记不记得他之前的有一个这个幕僚就跟他讲了，你要去对付中国，你只能打台湾牌。我不知道啦，因为这种话很多说法但是我们只能从表面上来分析，就是说，当川普开始打台湾牌的时候，就是川普自己当年讲这个小泽的话，泽连斯基嘛，在北宫嘛，对不对？就 You don't have car 嘛，你没有牌嘛。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川普手上没牌嘛，没有牌才会搞出来一个要打电话给这个赖清德嘛，创造一个牌。这不是牌嘛？这个不是牌啊。那重点是这个牌的后面很危险啊。这个牌的后续是什么？对，这个牌的我们都不要去推论它啦。这个牌的危险性就是，其实美国一直把台湾当成一个非常模糊的定位。你不管讲说我不支持台独或怎么样的，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的单位。你不要给我惹麻烦，你就是不要当 trouble maker， 但是你也不要给我导向中国。那个是以前，我觉得现在也是。不，但我现在讲台湾永远是我不是这两个概念啊哈。我这样讲了，一个叫做美国人很喜欢台湾了美国的理念上也赞成台湾了但是从美国就一个叫做美国人支持台湾这个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美国人愿意出兵保护台湾，这第二件事情。你认为现在美国是属于哪一种比较多？我觉得第二点都有可能，因为你按照现在美国的比较，因为为什么？不，我同意，我要这样讲，不是我尊重你的说法。对，我就说美国会派兵来保护台湾了。那这样好，就一个是支持，一个是保护。这样好了，你认为你倾向于保护？美军派第7舰队到台湾海峡保护台湾的是哪一个总统？是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总统是美国总统里面最讨厌蒋介石的总统，在杜鲁门的回忆录里面曾经提过，蒋家一家都是贼。当时他的这个所谓的国务卿曾经有一个把台湾放弃论，就叫放弃不是放弃台湾是他有一个放弃蒋介石论。那放弃蒋介石论的时候呢，最后是他派的第7舰队，很重要就是因为韩战。刚刚讲到，今天你对这块土地上面你要做什么事情，不是你的感情，不是你的所有东西，那是一个大国的价值，那是大国的价值。那这个大国的价值来讲就很清楚，说今天你要去算，如果今天美国没有台湾，我可不可以这边打断你的话？等一下我怕我忘记，因为我年龄大了，你可以讲，有时候自己会记不清楚，你知道，我已经70岁了。但各位网友大家知道一下，宝杰刚刚讲了一句话，就是价值。价值在川普以前通通存在，川普总统没有价值，他只有交易，所以川普是一个只有交易没有价值的总统，所以台湾被交易中。我同意。好，你继续。我同意，川普是等于说在美国历任这几年总统里面不讲价值的，他不讲民主价值，他这个等于他所有的万事可交易，这我同意。可是你要知道说，今天如果说台湾被中国拿去，你说会不会打仗？我觉得双方都在恐吓，对方，大家都知道。刚开始了，还早了。对，你现在清洗战争，那个是大家都付出，还不会，那个都是付出在讲。我只要讲说，因为你要看到巴菲特的这个最好的朋友孟格曾经讲过一个话，你看所有的事情你要反面看。如果今天台湾被中国拿去，美国还会是霸权吗？台湾只要被中国拿去，全世界的老大是中国还是美国？一定是中国。台湾只要被中国拿去，绝对不可能。你说不可能被拿去？不是，不可能被。中国不可能成为霸权。不是，我不要讲霸权。你刚刚讲霸权，那老大，老大的定义是什么呢？中国没有成为霸权，成为国际一个强权的条件。
有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说，第一个，它的人民币目前的人民币只有占全世界货币的2%，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金融国家。然后第二个，中国来讲的话，它的制度跟它的文明根本没有外销输出的可能性，它每年要花了一大堆的钱去搞维稳，然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去，它的制度没有办法成为人类的表率嘛。所以制度无法输出，然后它的科技，在因为内部的活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科技只能做仿美，只能做仿冒，做最非常高阶的创新，它做不到。就我随便讲几件，我觉得你刚才这个他就不可能做霸权。你刚才讲的不能做霸权，对我的解读是，他因为这样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越雷。还有更重要一个，他不承担，中国是一个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的国家，跟美国现在一样。所以全世界现在没有霸权，台湾有机会，台湾有机会会成长。台湾成长，我可以成长，不是说要当霸权。就中国也不负责任，美国也不负责任。你看，荷姆斯海峡这个事情，他们两个可以谈啊，两个大国谈好，就会变成大家承认维持一个世界秩序啊。乌克兰可以谈啊，没有人要谈，那领导的代志。因为川普一想，哎呦，我去搞没好处，不去。习近平一搞我没力量，我不去。所以当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现实主义挂帅的时候，霸权就又不负责任，所以变成大家各自求生存的时代。那台湾有没有力量？台湾有力量，台湾有力量。你要把我当筹码，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一定能够被你当筹码？其实还有更重要的，赖清德他能做主吗？不能。当然不能做主啊，所以赖清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嘛。赖清德只是这个川普的砧板上的一块小鱼而已嘛。那真正背后的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到底什么事情发生？而中美这个合作的项目是什么？它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到目前来讲的话，还未定之天哦。因为在美国的集团这边有以色列，有海湾国家。以色列跟海湾国家整个总的战力、军力，包括财力，目前是世界第一的。当然了。那习近平到底在等什么？到底在等什么？我觉得他重回井冈山。我觉得他按照我对中国这个所谓的当时的了解，他现在唯一的就是重回井冈山，因为他知道说他在去融入这个社会里面，他在干嘛？为什么这次 H200不买？他 H200不买就很简单，就是我要发展我自己自制的东西，因为我还会知道说，我今天不这样子做，我未来我一定会被你制裁。所以你会看到，现在中国做的很多的事情都在自保，他其实都在自保。他其实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今天我要让我这个国家，我要付出再大的代价，它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让这个国家可以在最低限度的状况下，它可以运作，否则的话。今天我在跟你做很多的所谓的交易，或者买你的 H200，我很多东西就卡在你的手上。我今天我脱离，我还可以活得下去。过了在10年、在20年，我再被卡脖子卡到那个时候，我连存活的空间都没有。其实我反而在这一段时间，我可以看到中国那种生存上的压力跟生存上的恐惧。那种东西是逼着中国就讲说，不管怎么样，我的这个所谓的不管是粮食自保、能源自保，所以你就看他最近做的这种动作，粮食自主。能源自主，今天的这个科技自主，对他来讲，他要透过自己能够掌握，然后那个活下去，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我都觉得他是一个最大的原则。中国的成长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哈。我们今天要谈到台湾，你开宗明义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赖清德总统啊，赖清德总统今天他一定要承认说，这个所谓的境外势力干预我们台湾哈，这个事实，他昨天忘记讲啊。今天来补讲一下，美国是境外势力干预台湾，所以当一个诚实的总统，让我们的人民能够了解多一点，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能够自己来救自己，因为时间因为战略之窗一直在不断的收窄当中，台湾人民需要有自救的时间啊，那这个机会，今天。变成我们从原来的美国是一个台湾的保护者，现在美国从保护台湾跟这个中共对抗，这是过去的关系。现在川普跑到中间来了，
他说我现在 neutral， 他自己讲的啊。他对台湾的安全是更安全还是不安全？他说中立，他是说你觉得台湾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他说那个他讲是 neutral， 不是讲说他自己的安全跟有什么好中立的？他的位置是中立的，他的位置可能不一样。neutral 这个是我觉得台湾的感受应该讲，台湾没有因为这个对话更安全或更不安全。他的位置从保护者变成了一个秩序的维护者。秩序的维护就是说，哎，你不可以搞台独，你不可以搞这个，不可以挑衅，不管怎么讲，就是川普把位置调整了，因为他被习近平影响，我的看法了这我的看法，一家之言不见得对。那今天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原来他是要保护台湾的人，所以说台湾突然间变成筹码嘛，你刚刚已经承认了嘛？是什么？如果台湾变成筹码的话，那美国或者川普就不是台湾的保护者，对不对？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保护的国家拿去当筹码呢？不可能嘛！所以交易的筹码的形成，就是因为美国的位置改变，这个是一个方向性，是或者川普的位置改变。川普的位置改变的情况之下，好，那我们再推演。这点我要就补一下，就是说，在美国你在看待美国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到他的整个精英政治，他就说。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美国80%或90%人都笨蛋，但是他有10%的人非常聪明，他是由这10%的人在领导这个国家。而且你要看到了，美国他们现在的政治工作者跟台湾不一样，台湾的政治工作者，不管你是这个国民党或者民进党，你今天没有执政权力了以后呢，你可能就是头衔散置，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你可能就是变成一个不太重要。可是在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就是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他们有他们智库大量的去培养他们各方面的一些专业的人才，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川普在一开始说 Fox News 讲的话了以后，他的幕僚马上又要把它给调整回来，就是说他在美国的整个精英政治里面，他是有一套的逻辑的，而且你就看到那个白邦瑞写的那个100年中国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他们很多的宗派，那个他们在看待中国的时候，是用非常长的眼光、非常长期的这个事情在做研究的。那当然，你川普最多就8年，然后呢，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在精英政治上面，还是对他们的整个国家的那个方向上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所以，川普你说他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其实我不能完全认同。美国总统本身在外交上面当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啊，这是事实。而现在目前的美国，相关的国安系统或国防部还有外交部都面临到一个相同的问题了他们都要承认，他们这个国家现在被卡在伊朗，这个是共同的灾难那共同的，所以你看到 Rubio 跑到这个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在看那些欣赏那些雕梁画栋，那个时候的 Rubio 跟过去那个反共的 Rubio 是2个人嘛？那为什么理由是何在？很简单，他知道我这次来。是要求习近平的，低姿态了嘛？那问题，川普你也知道嘛？他这个人很简单我给你面子，对不对？我求欢被拒之后会怎样？愤而行凶，绝对愤而行凶。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川普愤而行凶的阶段，这个里面这是危机嘛，对不对？可是危机危中有机啦，危中有机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能干的政府，要有一个能干的国安团队来面临到明天的挑战。那我看到我们的赖总统还今天早上可能被这个 wake up call 被这个 morning call 叫醒来了。我希望国安团队今天能够稍微清醒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2个现在谈话很重要，让大家知道我们2个现在谈的内容。就是说大家都还在搞不清楚什么状况，我觉得我们已经把事情整理得很清晰了。就是说，川普已经要愤而行凶了。这个愤而行凶的川普，那习近平怕不怕？我想问你，担不担心？担心，对嘛？所以你就知道嘛，一只狮子，一只老虎。我要讲，他打电话给赖清德的意思是。他这个话放这个话，他是承认台湾的这个所谓的主权。台湾那个是后面的那个整个影响，后面就是整个外交地位提升那一大堆了，所以会有一大堆清单跑出来。没错，我觉得那个。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因为2个都是人治的国家嘛，美国的人治啊，就川普今天出招了嘛，
你同意我的，你同意的你讲那句话，我同意啊。习近平会不会担心嘛？担心啊，担心啊。我也同意他出招啊。一个担心，一个出招。我也同意他没有牌打了，而且就是没有牌，他军售的牌对方不吃，你的所有的牌都不吃，H200也不吃，所以我就打了一个台湾牌啊。他军售的牌是他知道是虚招啦。对啊。他知道是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个。对习近平都是虚招，只有打台湾牌，然后跟赖清德见面，这是一个重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事件的发生中，那是谁教他这个事情的？第一个教他做这个事情是纳瓦罗，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是习近平教他的啊。习近平讲了一晚上，台湾多可恶，台湾多可怕，猫老川就学会了。哦，他就知道习近平最在乎什么，习近平心里面怕什么嘛？你的七寸是什么？对他今天怕什么来什么。这怕不是我本来不知道嘛，对，我知道你怕什么来什么。我对台湾这个国家不了解嘛，现在习近平跟我讲了一晚上。因为第一个教他打台湾牌是纳瓦罗嘛，然后对，现在我就真的跟你打台湾牌。真的教他的人呢是习近平，是习近平教的嘛？习近平把川普教会的台湾很重要，台湾很重要。我在台湾上是无可妥协的。好，现在宝杰下面问题来了，那如果这张牌有效的话怎么办？继续打。对，这才是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习近平不能同意的地方。当然啦，你们打一次电话，打2次电话，3次电话，那你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帮见面。不是打电话，不打完电话，台湾牌一旦这一次被有效，所以中共有一个国家的政策，就是台湾的事情是不能够讨论的嘛，不能谈判的嘛。所以所以很多人都在讲，我记得我在你这个节目里面讲过嘛，怎么会有一个人叫做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去挡军购？我说没有这回事，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因为他不能谈的。台湾的事情让你们能够来讨论，他这个国策就被崩坏的嘛。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川普已经在冲撞这个中国共产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最严肃的国家的政策。就是台湾可以谈，当我今天可以打电话，你要跟我谈判，我跟你讲，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改变。没错，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对啊，你马上回应了，你根本用膝盖反应就告诉我说继续打，当然继续打，对不对？好，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那这个继续打没完没了，对啊，那谁能控制？说打2次不要打，下次这个可以打，那个可以打，没这回事。只要美国发现台湾牌打有效，他永远不会停。那后面怎么办？这个游戏规则改变了嘛？好，就会有一个新的规则出来，这才是今天这个问题的核心点。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其实台湾只有一个人被美国点名叫做 trouble maker， 然后呢，这个小布希呢，这个在这个白宫后来是有真的文章 ，son of a bitch，son of a bitch， 骂陈水扁。可是你知道，陈水扁开始去美国的时候，他在纽约的时候，当时的夏兴陪同哦，你知道我们在游轮哦，我们在这个纽约那个叫什么河？这个什么哈德逊 river 是哈德逊河吧？就在哈德逊 river， 我们在游湖哈德逊 river， 然后那个夏兴来还说我们有一个人缺席，他在哪？他是一个你们的 guardian angel， 小布希要对你们问候。你知道那时候小布希跟阿扁的关系多好？后来因为发生了那个921的事情，然后他需要中国的支持，那阿扁不爽嘛，阿扁就开始搞一边一国。跟一边一国的时候，他搞了一边一国之后呢，我跟他讲，对我才讲，台湾没有什么地位跟什么筹码，台湾就是你美国要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就扮演什么角色。你从2蒋时代就是这样，叫你闭嘴你就闭嘴，叫你讲你讲你，我不觉得台湾有什么空间。现在不太一样了。现在我们确实比过去比阿扁那个时代台湾强很多了。对，台湾是强，因为我们现在有护国神山嘛，有台积电嘛，有台积电以后我们有 AI 嘛，有 AI 以后我们将来会可能是世界上，因为目前乌克兰的无人机大概有1年生产700万辆嘛，台湾如果说是，我看到台湾的军售可能会被终止我发觉机会太好了。如果台湾的军售因为川普的关系停止，美国停止军售台湾的话，我们会被
逼着走出一条新的路。你知不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以色列者派的以色列拉坦雅胡最近跟中共的关系非常恶劣。那我知道，因为伊朗的关系然后他派的一个议员团跑到台湾来。那我知道。然后台湾的这个议员团跟台湾在讨论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台湾它的铁穹，它的铁穹计划，以色列的铁穹计划要技术转移到台湾来，那这个背后是谁？美国吗？当然是美国啊，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地球在变了，世界在变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看到一个太过分强大的中国嘛，因为中国的手在全世界各地都伸出去了，那整个经济力量太强大了。你看到这一次，而且这一次很简单，以色列有几次的被攻击，被飞弹攻击，完完全全是由中国提供卫星，没错没错，就卫星的引导，然后让这个已经让伊朗的飞弹非常精准的打到以色列的，好像总统府是不是？没有，他打他家还是打他军事基地啊？不是打到他雅户的他家啊？没打到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到，我不知道。非常接近拉坦雅胡个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他非常火大这件事情，他马上就派了访问团到台湾来了。大家都是一样，只要被老共欺负的人，都会马上跟台湾来开始来交往，来开始。那可是以色列的交往不一样哦。如果以色列可以跟台湾有军事科技的往来的话，那以色列的不对称的战争的能力更强。比这个美国强太多了。我们现在不但是跟以色列，我们现在跟乌克兰也开始合作了。乌克兰就是我们的无人机嘛，无人机技术、无人艇啊，无人。不止这样子是你现在在乌克兰上面所有的这个战场情报，所有的数据，其实它只是会。我们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回到台湾，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对，就是说，目前全世界的重要国家都在观察乌克兰。第一个，美国派了非常大量的这个顾问团去，然后中共也在观察乌克兰整个事件，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告诉川普说，普丁后悔了，因为什么事情？为什么后悔？他没有想到，他完全意想不到，一个不对称的战争会发展成这种规模，而且发展成从反败为胜的可能性。另外有一个新的发展，你有没有看到？最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川普本来一直逼迫乌克兰要割地求和，对不对？现在情况改变了，你知道吗？现在开始，欧洲准备提出谈判代表，不是。他要去把那个加列宁格勒给干掉了。不，他现在我这意思说，战争上当然是有利的。不，像欧盟说北约说，我对于俄罗斯在某些地方上，他们是最风吹两头倒的。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解释的是，我现在谈战略不谈战术了哈。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说，现在欧洲要派出谈判代表。欧洲派谈判代表啊。要跟这个跟普丁谈啊，挂丢阿贝啊，不是挂丢阿贝，我觉得是挂丢阿贝。本来这件事情是谁的地盘？是美国地盘啊，川普地盘啊，川普不让你谈啊，对啊，就我全部通吃啊，他想把俄罗斯这边吃下来啊。现在结果他一头栽到伊朗里面去的话，他现在牌很多，手很少，他没有手去抓牌了，怎么办呢？这是欧洲趁虚而入，说我们要派代表参加。所以最近新的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而欧洲人参加了，而欧洲是强力介入。现在目前正在讨论说派谁参加，才有人谈到，有人就谈，这个欧洲人谈的很多啦，芬兰的总统啦，德拉吉这个以前的欧洲央行总裁啦，还有一个人被谈到的就是梅克尔，梅克尔被谈到的时候呢，结果梅克尔很聪明。梅克尔就跟记者讲说他说他了解普丁啊，普丁只跟现任的人谈判，我已经卸任了，他跟有实力人谈判。然后普丁很简单，普丁让你们谈完，普丁摆出一个很重要的姿态，要跟我谈的人是我指定的人。普丁的强势还是摆出来，但这个情况的改变，我讲那么多故事，代表什么？代表了欧洲跟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情势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而这个就是一个不对称战争最后的结果。那这个有2场不对称战争在全世界发生，一个在乌克兰打了3年多，一个在哪里？一个在伊朗。如果下面一个是哪里？台湾，在台湾。所以台湾如果没有美军的支援，没有美国提供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爱国者飞弹等等昂贵的武器的话，台湾反而因为这个川普的恶搞，我们有一个生存的反而有个新的生存机会，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非常理想的、非常困难的这个地理环境，还有我们最好的科技的条件，我们的不对称战争发展的力量跟可能性会超过伊朗，会超过乌克兰嘛？因为我们的科技太好了。所以国民党去塞那个无人机的预算才被大家骂翻了。不，国民党台湾的政客啊，是全台湾最低等的人种了啊。我们不要谈台湾政客了，因为台湾的科学家或台湾的，我跟大陆学者谈过这个问题啊。你们都看到台湾很烂嘛？台湾的政客非常烂啊，对不对？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我们台湾既然那么不好，那怎么会有台积电呢？我们的优质的台湾怎么出现的？我们看到坏的台湾，我们有好的台湾啊，像我就是好的台湾啊，你就是好的台湾啊，我们这些人怎么产生的 ？DNA 啊，我们的品种里面就有优良的品种。我讲的意思是说，台湾碰到这一次的这种被当筹码的机会，台湾应该要觉醒嘛，我们要自己找自己的路了嘛，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川普在要用台湾当筹码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自力更生的一个可能性在发展中。好，我刚才讲到，今天大家对台湾来讲，一个最大也可以对台湾最深刻去思考是，如果川普真的他要打电话给赖清德，那如果打电话给赖清德，那就代表说他承认他是这一块土地真正的领导人，也代表说台湾跟中国金价长博高最博牢，也代表中国对于台湾的军售是没有任何智慧余地，只有这一块土地的人才有办法来谈论。可是真的会打电话吗？现在其实作为政治工作那么久，也就我跑那么久，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你如果跑久了政治，你就知道没有人是可信任的。我们也不会去相信川普，但是我们要去注意到说，他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他现在是已经真的把台湾当成一张牌了。对啊，当你把台湾当成一张牌的时候，台湾人到底要怎么来看待，怎么来因应，怎么来自保？非常谢谢吴总跟我们的讨论，让我们又是开始这种非常的看清楚这个后面的故事了。宝杰，非常感谢宝杰，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是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你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才宋老师。那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